出啊！什么声音？哎呀，外面放鞭炮，不用管它，我得去看看。这孩子，让你一点事儿不起，起就不恼了。爸，这狗太烫了。烫什么烫？可以都醒，就不想起。哎，灯咋黑了？省电呢？啊？老郑！警队呼我，这么晚了，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？是不是有啥事儿？死人了吗？死了几个？川哥，刑警军队喊人了！去现场！去现场！川哥，没想到你见习完还真回来了。4年了，高所长的案子到现在还没破，我想回来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真好！你看，这大学法律系毕业，这可以全国分配啊，也可以不当警察呀。再说你都在省城见习半年了，还回这破地方干啥呀？哎呀，这个资源性城市啊都不行了，厂矿半年才发1次工资，根本没指望。胡队，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。4年了，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？谁？高副所长？哪个高副所长？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，1991年1月份在选煤厂被害，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。这是卷宗，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！你这刚来，还没报到呢，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，那你啥意思？我就是想知道这案子现在还有人查吗？那高建设老婆孤儿寡母的，天天问，颠来倒去的诉苦，都快成祥林嫂了。我们都是警察，你看得下去吗？哎呀，高建设这个案子呢，早就放下了。当时啊，省厅这个案子都挂上号了，知道吗？几个市局的
分局的局长带头破这个案子，也破不了。那你说破不了咋办？不放下他？那这案子是不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？对呀，怎么的？那既然是西山分局辖区，那没破就应该接着查呀。我们是刑警啊，案子没破就放下了，那不是不干事儿吗？说谁呢？谁不干事儿？我不干事儿，你睁眼看看啊！我不干事能得这么多奖状吗？不是你刚来的大学生，你啥意思？没啥意思，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。既然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，没破就应该接着查，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。我告诉你啊，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，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？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，半年没发工资了，小偷小摸特别多，知道吗？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，就那么几个人手，天天跑断团儿。这回行了，你来了，啊，大局让你当副队长，你就把这事儿，哎，光顾说话了。反正这刑警队的活儿你不能落下，啊。哎呀，把门关上！你这屋味儿太大。妈，爸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你爸回来了，快进屋。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了？金白，我跟你说，报道没啥事。金白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我跟海珍滑冰去了，他摔一大跟头。啊？摔我的，这都不止一次。明明你自己摔的，怪我干嘛？我的，你自己摔的。说啥呀？多摔几个跟头结实，没事。没事啊。这海平啊，跟你比跟他爸都亲。川儿啊，川儿，哎，今天呢可都是腊月28了啊。嗯。那个明天你下班，多买点年货，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啊。行。哎呀，哟，来了，来了，姐。这干啥呢？大姨，生子，这是啊，点心。哎呦，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？你俩说好的不是不回来了吗？不接孩子了吗？刚好一块过个年了，快进去吧！哎呦，冻的。让你别拿，你非得拿，赶紧回屋暖暖。怎么？咋样啊？第一天报道。哎呀，你说给我知道哎呀，回头再说。不治好啊！来了这点东西，这不是？哎呀，给妈暖暖。哎呦，你们，凉不凉？哎。冰不冰？冰不冰？爸妈，我今天晚上和弟弟一起住，我不回去了。你这是跟你爸学会了是不是？不想着家呀？我啥时候不着家了？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。行，咱不走啊，今天都不走。我一会儿整俩菜，咱们热热闹闹的，咱在这儿喝2杯。好，青林，要不这样吧，今天你们跟孩子你们在家吃，我跟生子出去喝2杯，行吗？啊？为啥？是啊。不为啥呀？就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生子了，一直没得机会说话呢。啥话不能在家说呀？就是啊。也行，在家说也行。真是。出去说也行。叶茂生，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啊。都行，都行都行。把帽子都拿上来。哎，生子，干啥去？啊，妈，我出去呢。哎呀，这快吃饭了，这出。看见没？不光叶茂生都不喜欢着家。长大别跟他们学，听见没？哎，晚上不走。来，走。来，回来了，来，穿着快点尝尝来。不要，回来了。来，4斤8两干干的啊。行，哎，自己拿袋啊。哎，不找了啊，5块钱。3零。哎呀，川哥，哎呦我的妈呀，
你啥时候回来的？回来过年呀？不是，来报道，工作。又回大山子派出所了？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。那挺好啊。行，你好好赶紧卖吧。哎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干啥呀？上两只小鸡儿回去。哎，别，我千万别！别，我妈应该已经买了。我秦婶儿是秦婶儿的，这给我嫂子带回去。别，你别这样。你别客气，别耽误我嫂子应该已经买了。备个年货嘛。你赶紧去卖东西，一会儿鸡让人偷走了。谁敢偷啊？你在这儿呢。我早就听说你们那西山分局那胡斌不大好找，那你这不第一天就把人给得罪了吗？是他先跟我火死楞的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可能不是一种人吧。哎呀，这脾气啊！再说得罪就得罪，能咋的呀？高所长那案子4年了没动静，到现在没整明白，他算什么刑警队长啊？是，一晃都4年。哎，你还记得吧？那会儿咱俩在派出所的时候，你被人抢了功，咱来这喝酒，高所还来了，还劝你呢。我当然记得。那天他喝多了。我知道。第2天高师母问，说他怎么吐到后背上的，你知道吗？吐后背？为啥呀？他喝多了骑自行车啊，迎着风张着嘴吐了，到家以后把前面擦了，后面够不着啊。高所，哎呀，高所人好啊，只可惜好人命不长。我就不信邪了，怎么好人就命不长啊？好人就应该好好活着，坏人就应该遭报应。林子，哎，明天该你买瓜子了啊，多买点。放心吧，林哥，到时候肯定让你吃腻了。你看这都没有了。今天都警觉一点啊！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了，咱这儿的人7个月没见着钱了，皇上一再嘱咐，不能出事啊！哎呀，那现金都在金库里锁着呢，楼上楼下都有人值班，不可能有事儿。小心为好啊！哎，知道了，队长。看见没？这人啊，岁数大了，胆儿就小了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姜还是老的辣，慢慢学着吧啊！儿子，下奶来。怎么了？抱！哎，抱一下啊！哎，不洗吧，跟爸说我干的事情啊。看完电视还得洗啊。出啊！什么声音？哎呀，外面放鞭炮，不用管它，我得去看看。
这孩子，让你一点事儿不起，起就不恼了。爸，那会太烫了。烫什么烫？可以都洗，就不想洗。哎，灯咋黑了？省电呢？啊？老郑！警队呼我，这么晚了，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？是不是有啥事儿？死人了吗？死了几个？超哥，这是这喊人吧？去现场，去现场！川哥，什么情况？不清楚，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。市局就你一个人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正值班呢。歹徒跑了没有？不知道啊。走，进，你们俩跟着我。死了。谁？出来！我们警察是市局的吗？对，市局的，出来！出来！我们是保卫科的。出来！谁？枪放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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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保卫科长老姜。枪放下！公子宽保住了吗？保住了，保住了。枪放下！放地上！什么情况？说什么情况？来抢公子款的，没能得手，跑了。对，就你们俩吗？还有别人没有？这屋就我们俩，静静室那边什么情况不清楚。
看好工资款，看好工资款啊！好的。还有人呢？警察有没有人了？还有没有人？警察！警察！警察！我在这儿。我是警察，还有没有人？救我！小马，怎么样，小马？都死了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卓哥，出大事了！大夫呢？有大夫没有？赶紧扶救护车这边！快快快快！什么情况？报告，戴局，我们那个楼上楼下全都查过了，没有抵抗，歹徒应该是跑了。韩局，咋回事？这边，到，快汇报情况。石城分局刑警队副队长，韩局，应该是死了7、8个，楼里面全都是血。那个2个保卫干事守住了工资款，歹徒应该没有得手。还有哪儿？这边。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。这是1号尸体，很可能是沈鹏熙。本来他是今天有班的，后来请假了。哎，没想到会是这样。小张，来。小张，你这样啊，你现在赶紧啊，把那个车牌号给我抄下来，现在马上去这个车管所，把它给我查清楚，听见了没有？去吧。然后你啊，你就在这儿给我守着啊，把这个车给我保护起来，任何人不能靠近，听明白了吗？超哥，这么大个案子，全国头一份了吧？各分局的人都来了吗？应该陆陆续续都到了吧。怎么还有个那么小的小孩呢？这么大的案子，省公安厅都得来人了。全体都有。我是合昌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，现在听我命令，全市的巡警、交警、武警立刻封锁全市的铁路、公路、交通要道和出口，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，继续作案。各分局、各警种的一把手，立刻来西山矿局待命，就地成立专案组。是。
没事。顺着这就能上大道了。他们不会走大道的。孙子，这铁门是？没错，当年高速。当年高索每天都是走这小门，顺着小道回来的。超哥，那儿就是高所长当年遇害的地儿。绳子啊，过这铁道，那面是9号家属群吗？没错。那家属区不是更容易暴露吗？绳子，分头了解一下情况。你这边。哎。叔，在家呢哈？又来了，你可真是。哎，我婶儿呢？没在家呀？回老三跑亲戚去了。哎，你说你这又来问，不是来好几回了吗？你说我这来来往往的都是街坊邻居，哪有啥可疑人呢？哎呀，这案子没破呀，咱就得问。看看，这啥呀？认识不？这烧成这样了，这谁能认识啊？不认识，没见过。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，老三和婶儿串亲戚去了。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？你说我家的事儿吧，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。我这3个儿子，没有一个有出息的，谁都不听我的，说走就走啊。哎呀，从来不跟家打招呼。你说说你呀，你就不能把那些垃圾都扔了呀？你看看你这小院堆的呀，留着干什么呀？你也不嫌烦？扔了扔了，完事都扔了。聊着呢。扔了。哎呀，你也真是。小同志，你找谁啊？婶儿，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。
哟，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呀？又上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了，还是调查那事儿啊？哦，我们大妈是杀人犯呢。哎，小同志啊，到底是死了多少个人呢？是10个还是11个呀？那么多呀！那么多人呢？我没有纪律，不能乱说。哦，我来呢，就是想打探打探，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？哎呀，一天问8遍有啥用啊？你说，可不是。我们也想早点破案，所以这不才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吗？哎，正好，我这儿有线索。你有线索啊？我要举报。等会儿，我记一下。你有什么线索？你有线索？哎呀，我这是正事儿，你们都说什么呢？正事。前几天吧，从北边来了个女的，长得特别漂亮。北边？说是当年的蝴蝶米转世。蝴蝶米转世，说的跟真的是。真的，真的呀！快说说，还有什么？那帮土匪里头是不是有个女的？可能性有很多，那兴许她不是一女的，她男的戴一假发套也有可能呢。男的戴一假发套？这个假发套怎么可能？戴个假发套？什么？看见了，柱子他妈说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，还有这样的事儿呢？还真有这事儿，还卖了20块钱呢，卖钱了啊！我听说了，我听说了。啥时候事儿？就前2天的事儿呗。我怎么？那发套是长的还是短的？那我哪知道？不知道。就是啊，你别吵了，卖给谁了？老邹家发廊，老邹发廊。对。哎，真的假的？说过这事儿，我倒是是他们想的事儿啊。对，就是在这儿捡的。检测的结果，这个假发套的材质，跟在被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吉普车上发现的那个人造丝的材质，完全一致。假发套是在9号家属区道口那儿捡的，这个跟秦川推断的犯罪嫌疑人逃跑那个路线也是吻合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假发套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扔的。枪手不是女的，枪手是男的，戴假发套了。哦，要是男的戴个假发，那个女枪手那个干扰因素咱就解除了，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就应该是当地的。我觉得就是在9号家属区。哎，秦川，这破案不是猜谜啊？不是，我觉着秦川说的有道理。行，哪个点都对上了。这个假发套，我第一个就是那个怕人认出来，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当地人，整不好我看都得是熟人作案。2呢，它起到掩饰作用，比如说长头发可以挡这儿挡那儿，挡住咱们注意的点。然后第3个就是干扰咱们的视线，他把咱们往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女的那边引，扰乱咱们的侦捕方向。雷汉局，那我带人去查。那行，彻查9号家属区。散会。韩局，戴局，我还有一点想法，我想汇报一下。那你说，4年前，大山子所的那个高建设副所遇害案，跟这个128案有关联。4年前这样的跟这个128的案有联系吗？今天我跟生子我们俩叶茂生，我们俩从那个一路从西山矿出来，就模拟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，经过那个选煤厂，然后穿过铁路到的这个9号家属区，从而找到了这个假发套。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，而且也是在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里面遇害的。这个选煤厂很偏，外地人不知道，只有本地人知道，从而可以说明就是说是本地人有预谋的作案，这个抢枪。那今天这个西山矿抢劫这伙人，我们模拟逃跑的也是这条线，也走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，然后穿过铁路，到这个9号家属区。那我就在想，这应该不是巧合吧？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？另外，当年那个高所遇害，枪丢了，
现在这伙人抢劫西山矿用的也是枪，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枪里面有那个高锁的那把枪呢？哎，金川，我听你说了这一大堆啊，我怎么觉得你还是财迷呀？啊，你这串案你不能这么个串法。我明白啊，你想破高建设这个案子，但是你不能把啥事都往高建设这个案子上扯，行不行？光凭你这张嘴叭叭叭叭叭就完事儿了？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呀！不，什么叫叭叭叭叭叭叭叭呢？我在进行一种推断的可能性，懂吗？刑侦破案，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发挥想象力，就要无中生有。不是我问你啊，高建设当年遇害案的那个案卷，你看了吗？我问你，到刑警队你刚来几天？你破过几个案子？我在派出所前就比你破案破得多。行了。吵吵啥？秦川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这样，你去找老聂，测一下弹道，看128现场有没有高建设这把枪。如果有，我觉得这俩案子可以并；如果没有，就排除干扰，不要影响办案方向。好。散会。老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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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聂。哎呦，秦队啊，你咋来了？啊，嘿，这都几点了？不是你铁打的你啊？啊，不是。老聂，那个你这枪弹检测完了吗？你今晚上能给我加一个活不？今晚啊，你数一数，你看看我这有几个技术人员，这人手不够不说，啊，这设备也跟不上啊。你看，要验的物证，这还有一大摞子呢。我知道您辛苦了啊，但是我这事儿挺急的。我也着急，你看我急得嗓子都哑了，着急也没有用。我老聂不是芭比哪吒，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旺，这要想立功10天8天都能熬得住。我这一把老骨头，你说我熬不住啊！你，老聂，听我说，那个辛苦啊！你这样，你听我跟你说，那个当年高建设高所长遇害，枪丢那案子你还记得吧？那咋能忘呢？50的。对，我现在觉得这个128案跟当年高建设案有关。这要是枪能对上的话，这就是一伙人干的。不是，这陈家军案多少年没人问了？你咋想起来了？高建设是我师傅，我一直也没忘啊。哎呀，哎，你干啥呢？找人给你测枪。我们区整体已经摸排2遍了，要说有什么可疑的地方，我觉得还是陈海山家。陈海山是个退休老工人，在新山矿当了一辈子掘金工。这老头平时很老实，不怎么出门，也不怎么管家里边的事儿。他媳妇儿叫苏秀云，很泼辣，还在街道当小组长。平常我们案子要找什么线索，他还能提供。我是要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，咱们就直接挑重点说，行不？哎，他有3个儿子。都没怎么上过学，也不上班，也不下井，天天就这么晃。老大去了元山，好几年了，一直没给家里边来信儿，不能面见本人。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了，也不能面见本人。老三陈小东，案发以后在家，初2和他妈一起去省城走亲戚去了。特别是这个老二陈小秋，以前爱打架，我们处理过，所以我想把这3兄弟作为嫌疑人提出来。你说咱们这一个碰头会吧，加上你们这3个，一下整着10几个嫌疑人。那你说，他们这哥仨，啊，嫌疑有多大？我这3个儿子，没有一个有出息的，谁都不听我的，说走就走啊！哎呀，从来不跟家打招呼。那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这个事儿，有谁知道？谁能来给证明一下？你这街坊邻居都知道啊。我就是不放心，
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，他为啥要去韩国？他又不懂韩国话，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。要不请示领导，打听打听，看能不能调出境记录啥的。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。哎，你说，他们3个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？还真没有，就是打过架。咋样？经过对比，现场5次手枪的弹痕，不是高阶射的枪。指挥部啊，让组织大伙来辨认11号，看看是不是有人认识。放假嘛，跑了我2天，一个个都说不动，都不愿意来。可以理解。来，下一组。你说这叫啥事儿啊？大过年的，真晦气，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。别啰嗦，仔细看。哎呦，韩局、戴局，叫啥呢？哦，我到现场来看看。看半天了吧？啊，什么想法？我就是觉得这个11号无名尸，我有点想不明白。咋的？他怎么也烧成这样？我的意思就是这2具，他因为在床上，他有被火褥子，他烧毁程度严重。可是这个怎么也烧成这样？你想说啥吧？我是觉得这个，你看，这个窗帘啊，还有这沙发布这些易燃物品都离他有一段距离。有没有这种可能呢？就是当时情况很乱，犯罪嫌疑人放火的时候，把沙发巾和窗帘布扯下来，扔到这个11号身上的。有这种可能。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？你说，韩局，上次开会您也说了，说这个11号无名尸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同伙？那我觉得现在有可能，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。如果说假设他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的话，那他就是留在现场的最大的物证，就应该从他身上去找线索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犯罪嫌疑人故意毁尸灭迹？有这种可能？是，我是怀疑过。可是这个无名尸身上中了2枪，是犯罪嫌疑人的猎枪打的，他们往自己同伙身上开枪，说不过去啊。韩局，戴局，那个省厅专家组就要到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救兵可算是来了啊！走。谢霆，你这么清楚了？那哪个是曹老师啊？就是最右边那个。刚下车这个是吗？曹老师谁呀？曹老师你都不知道谁啊？
曹忠素老师啊，那全国痕迹专家，那咱们警察的楷模。我认识左边那个魏宁魏处长，听说破获不少大案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来这5个专家啊，都不是一般人。那谢霆是刑侦大拿啊，他旁边那个法医叫王德伦，是刑侦技术处的副处长，名气可大了。同志们辛苦了啊，辛苦了！你们的工作日报我和专家组都研究过了，工作做得很扎实，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和案发现场的分析很到位。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还有，我同意你们的侦查结论，这个犯罪团伙呀，这个准备充分，他不是临时出动的，而且出动的时候快进快出，战术上很成熟，应该就是本地人。你们的动作很快，前期的这个技术工作，很到位，质量很高。你能这么说，肯定对，算是这真谢谢专家呀。说实话，这案子查到现在，真有点僵住了。现在是时间紧，任务重啊，直接上手案子吧。这个案子虽然复杂，但是破案条件是不差的，所以我们有信心这个案子能破也必破。曹老师能这么说，那我啥也不说了。薛国东，走，你带王处和吴法医去看一下11号无名尸。是。案发现场在哪？我直接过去。啊，警长，哎，你带曹老师去。是。曹老师，行，带我去11号尸体的位置。哦，在那边。11号和8号都是在那个北楼的这个保卫室。曹老师，这8号是保卫干事张玉文。那是9号，这10号，那11号就是无名尸。我们排查了很多轮，也没有找到尸源。洪川，来，帮我站一下11号的位置。反了。好。曹老师，曹老师，法医那边有重大发现，
韩局，请您赶紧过去。走。曹老师，你看啊，他这个右颊部和左眼部创伤口那个面积啊都很大，边缘呢，它那个也不整齐，尤其是这个右颊部这里啊，这一看这很明显，它就是那个贯穿伤。你看啊，这是进弹孔，这是出弹。我看何昌法医鉴定报告上说，徐浩中的是2枪猎枪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从这个11号尸体上取下的很多铅弹。德伦，小吴，我不懂医，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。您说。猎枪是散弹枪，它打出来的弹丸数量多，散开的面积大，但大多数弹丸是不能穿过人体的，只能造成盲管伤。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造成贯穿伤的，对吗？曹老师，您看问题啊，真是一针见血。那个也是我们请您来的主要目的啊。照11号尸体这种情形啊，那个只有2种情况可以形成贯穿伤。第一种呢，就是这个猎枪啊，它近距离射击可以造成；第二种呢，就是有比较大的单个弹丸，也能形成那个贯穿伤。就比如，手枪射的那个子弹。你说，一开始啊，我和小吴，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，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。后来我们俩一商量，还是决定进行脑组织解剖检查。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，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。这是手枪弹道，虽然只有一小段，但是由于弹头的旋转，它仍然留下了一道很光滑的孔道。手枪的弹道，这是。也就是说，右颊部的位置，其实他中了2枪。那个一枪是猎枪，一枪是手枪。没错，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在弹道重合的情况下，还能露出一段手枪的弹道？从医学的角度上说，有可能啊是子弹在进入人体后，受到了那个头部的阻抗，使得子弹稍微的改变了方向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上了。只有第一枪是手枪打的，才能受到头部的阻抗啊。曹老师，咋样？我在这儿说不清楚。这样吧，我请大家回到案发现场。金川，麻烦你跑一趟，把那老姜给叫过去。是。稍等啊。你们看墙上的这个弹孔，这是54手枪留下的，确切的说，是张艺文的54手枪留下的。这个弹孔很小，说明这颗子弹在运动的过程中受到过阻抗。就是说这子弹打中了人，对不对，曹老师？对。
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当时我是亲眼看见一文被撂倒的。老张，老张，老张，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。老姜的这个问题很关键，我们只有搞清楚张艺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，才能确定他到底打中了谁。老姜，哎，你跑到2楼之后，张艺文有没有开过枪？你看得见吗？那还看啥去啊？我上2楼之前，他就没气儿了，那还怎么开枪啊？那你往2楼撤的时候，张艺文只中了1枪，对吗？啊。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，其实只打中了张艺文的右胸部，但并不致命。张艺文倒地之后，用尽全力往保干室开了1枪，正是这一枪激怒了这伙人，他们在张艺文的头上补了1枪，就是这一枪要了他的命。曹老师啊，张艺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，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？没错，你的这个问题，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。生，你站，哎。根据张艺文的持枪姿势和弹孔的位置来判断，他要击中的不是别人，正是11号。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，我就很矛盾。如果11号是被张艺文击中的，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5.4手枪的弹道呢？直到今天，王德伦老师在11号右颊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。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3枪，对吗，曹老师？对，无名尸的致命伤正是张艺文的这一枪。韩军啊，那不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？11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。哎呀，这个张艺文了不起啊！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呀。那曹老师啊，这11号中这2枪猎枪又咋解释啊？毁尸灭迹。11号中枪后，他的同伙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救他的，可11号中的是致命伤，人肯定是带不走的，所以他们索性又补了2枪，而补在右脸上的这一枪，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的，作用有2个，一是灭口，二是破坏手枪弹道，给我们的侦破带来麻烦。那按理说，补1枪就足以致命了，而且已经破坏弹道了，那为啥还要再补第2枪，而且还打在眼睛上？咱省厅刑侦专家武英德关于犯罪团伙人员内部结构的课，谁听过？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幸运听过那个武英德老师的课，他说这个特定的地方容易出大案，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容易结伙，就是结团伙，抱团。
就这个是做大案的必要条件。既然抱团啊，还要往眼睛上打这一枪，是不是有点太残忍，不可理喻啊？那就说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？让我们无法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，和他们纵火焚尸是一个意思。照这么说，那11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。本座，11号的脸部特征还能看清楚？不能，谢厅长，这尸体焚毁太严重了，我们也只能是大概的判断他的体态特征。此人呢，年龄在25岁左右，身高呢在1.8米至1.85米之间，体态适中。不过呀，我们发现此人有一颗假牙，尸体的右上侧第3颗牙是树脂胶假牙。步兵，到，马上对全市的牙科诊所进行排查，以及眼部有特征的人。是。金川，哎，到，立刻查阅所有案宗，看看能不能备案侦查。是。排查工作正常进行，可咱不能就这么等着吧？那韩局，您什么意思啊？发动群众。我和谢队的想法是一样的。摸排工作繁复耗时，我们利用报社、电视台跟全市老百姓发布案情公告，搜集线索，尽快确定这个无名尸的身份。那这么一整，那案情不等于公开了吗？现在何超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？咱们再努力，就这些人手，必须发动群众了。悬赏5万，5万可以吧？咱们这些人干一辈子，能挣几个5万，对吧？好，那我去通知电视台。秦东啊，到，立即向附近县市发布协查通报，1500份。是。秦队，哎，我找点东西。您找谁的档案？记者同志，韩局，戴局，怎么了？我有重要情况汇报。这样，同志，你说。那个，91年4月25日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。就是当时跟那个高建设案并过案的那个，就是犯罪嫌疑人用高建设枪的事儿。对对对，但这个枪跟128大案没有关系啊。韩局，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看，这是卷宗啊。当年这个金鹿储蓄所抢劫案的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，他这个特征是左眼下斜，这就是隔棱眼啊。存还是取？存还是取啊？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哎，先拿出来，拿出来！当时是储蓄所及时报了案，咱们也排查了不少有隔棱眼特征的人，但是最后都没啥收获呀。
韩局，要这样一来，我倒觉着这3个案子并案侦查的条件成熟了。哎，大局不对嘛？你看这，进入处理所明显是2个人干的，128大案是4个人干的，这明显人数就对不上啊。是2个人啊，可是进入处理所抢劫案跟那个高建设案都已经过去4年了，那2个人这个犯罪团伙有没有可能发展壮大呀？2个人变成4个人呢？这是推断，这办案子不能这。你听他说完，继续说。那个进入处理所抢劫案，当时那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徒步逃离现场的，有很多目击证人。虽然很多那个证词有矛盾之处，但基本归纳是这2个人是本地人，基本特征都是1.8米左右，其中一个左眼下斜，隔棱眼，上半身穿半截呢子大衣，然后持5.4手枪。年龄和体貌倒是都吻合，跟这个41号无名氏。那另一个呢？另一个那个，特征就是比较白，然后眼部特征就是细长。韩局，让韩局考虑考虑，并案的不是小事儿。我觉得这案子并案的理由存在，至少隔棱眼这一点能够缩小我们的侦查范围。警长，你马上把这个特征告诉肖劲东，让他把协查通报改一下。是。报告各位领导，这就是9号地区的派出所所长那个何玉涛，民警杜凤敦。这是咱们省厅2位领导，我就先不介绍了。把你们摸排的情况说说。我们9号地区摸底，从1月30号上午就开始布置了，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我们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人数，还有这个嫌疑人的特征。派出所9个人全都出动了，西山分局的30名干警也都集中在9号所协助工作。我们是南片区。27军会摸排谁负责？是我。有摸上可疑的人没？我提出来过3个嫌疑人，其中包括陈小秋。这个陈小秋，隔棱眼儿，是吗？好像是。他那个胳膊上还有一个龙的纹身，是不是？这个不太清楚。检举人说啊，这个陈小秋有颗假牙，知道不？这不知道，这个没听人反映过。你说你啊，你啥都不知道，你这个民警咋当的呀？继续说，说具体点。摸排陈家，我去了6次，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，老大去了外地，没办法面见本人；老二去了韩国，也不能面见本人。案发后，老三在家，但是初2就走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，所以碰头会上，我也把陈家3兄弟作为嫌疑人说了出来。碰头会，大家把怀疑对象一遍一遍筛查。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重点，陈家3兄弟这条线，我觉得不能过。但是，我虽然怀疑，可也证明不了啥。你都怀疑了啥？感觉，就是感觉。老二去的是韩国，但是陈家没有亲戚在韩国。但是我也没资料，啥也证明不了。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？哪怕他做过一点出格的事，我都会向上面汇报。可是我没法证明。
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啊，我们必须要从陈家找到真实情况，但不能拿着照片在陈家附近瞎打听，因为邻居什么都不知道，一旦走漏消息，嫌疑人就会潜逃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正面接触陈家的亲属，从他们的口中挖出真实情况。我看这样吧，把陈海山立刻叫到西山分局进行传讯，还有那个给他家老二陈小秋刺青那个叫秦月，也必须接受传讯，他也有跟他们伙同作案的可能性。传讯的时候呢，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手段，最好是熟人去，以免造成混乱，走漏消息。我去，哎，不要，还你去。快去。是。1月28号那天晚上，你家都谁在家呢？我说领导啊，你不能别问我了呢。你说我们家那点事儿，你看，仨儿子谁也不听我的，你这10来天了，都问我8遍了，我真不知道。你平常吧，我根本不管家，这老伴儿也不在家，我真的啥也不知道。那我审了你8遍，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？你看，不就那么一说吗？他现在都那么说话吗？戴局，问过邻居了，邻居说陈家去年10月份确实聚会送过陈小秋，陈小秋走了以后就没人见过他回来。陈晓东和他妈一起去省城亲戚家去了，陈家人都各自行动，互相都不通气。接着问，一直问到底儿掉。是。秦爷交代了，陈小秋有假牙，有纹身，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，还有他弟宋小民，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。咱们现在是已经确定了，这个11号无名尸是128大案的犯罪嫌疑人，剩下的就应该是尽快确定那3个活着的嫌疑人的身份。小伟，你说说。根据询问啊，跟这个陈小秋走得近的，应该有10几个人。派出所已经把这些人的资料拿过来了。我觉得这当中有3个人，应该是参与了西山矿的打劫案。我呢，更倾向于这个人，宋小军。他去陈家次数最多，而且他还是这个陈小秋去韩国打工的介绍人。这个宋小军看着挺普通的呀，圆乎脸儿，个有1.8米，目前无业，以前在街里摆摊卖过布，据说人很文雅，善书法。其他的情况咱们就没有掌握。另外2个人呢？同时认识陈小秋，又认识宋小军的，这个人叫孙哲，身高1.8米左右，瓜子脸，眉清目秀的。重点啊，他原来就是案发西山矿水电科工作，负责收水电费。去年呢辞职了，他的父母是矿上的干部。还有一个人呢，我吃不太准，叫宋小民，他是宋小军的弟弟。他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，哥俩比较亲近。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晓东也值得怀疑。
3台救护车，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？真瘆得慌。当然了，他们手里有枪。在呢。是孙哲媳妇吗？嗯。孙哲在吗？嗯。哎呦。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，你配合一下，跟我们去公安局协助调查。啥都没有啊，枪、衣物，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，一件都没有，跟陈家一样。枪支弹药一定是转移了。按京东的分析，家人肯定不知道情况。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开人视群，找突破口。把你们市局预审科的人调来先上，注意啊，对方只是犯罪嫌疑人，注意方式方法。别把子弹给我吐露光了。明白，我去安排。叫啥名？宋小军。叫你来，知道为啥不？不知道。西山矿发生的案件，你知道不？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别扯别的。我问你啥时候知道的？就那2天知道的，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，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。那你28、29这2天，你在哪儿？都干啥了？我28号、29号在哪儿呢？对。我没出门，我在家来着。洗衣服、收拾屋子。有谁到你家去过？没有谁来过我家。
没有。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？密切啊，就是关系好点的呗。常来往？常来往的，我同学张华子、叶军儿，还有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，修摩托的赵哥，还有几个朋友呢，关系就都一般了，都得说吗？你咋认识赵哥的？修摩托认识的。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。赵哥32、3岁吧，修摩托挺厉害的，在矿里上班。他家就住在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儿，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就他家。对。你们俩经常来往吗？没有，我们就有时候接触。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，我给我儿子办满月，我把他和陈小秋叫到我家来喝酒来了。后来他又来我老丈人家买过一次白条鸡，一气儿买了4只，我这印象还挺深的。再后来，没有了。实在想不起来了，都包的就剩眼睛了。好像是，又不太像。哎呀，我也说不好。你咋认识陈小秋的？陈小秋啊？对。陈小秋上班认识的。他妈是我媳妇儿干妈。我儿子满月，他不也过来了，喝酒来了吗？后来他10月份又来我家，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，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，都在。那你说一下陈小秋的一般情况。陈小秋一般情况啊，个儿挺高，1.8米多大个儿，比我高半头，比我壮，比我黑，就能给我装进去，还有富裕的那种。眼睛就这面，就他这面，你这面嘛，就是眼睛有点斜歪。对。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？应该在韩国呢。去年10月份，他说要去韩国打工。临走前请客喝酒，我去了。后来我又给他送到火车站。再后来就没信儿了。这没见过面了就。这期间，他给你来过信没有？没有啊。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，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，问他爸还有他小弟，我说有没有信儿啊？秋子就，没信儿，也没来过信儿。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的母亲做干妈？他家没有女孩儿。那是哪一年呢？我得想想。87年吧。我们俩一起上班，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。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，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，就特别喜欢，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，就这么回事儿。他走以后，你和他家人还来往？
来往啊。那没事，我和我们2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。今年年30，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，送了好多生的。然后临走之前，我还问他妈，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？然后说没有。4个人里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，只有陈小秋去了。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，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呐，啊，挺亲近呐。这就有问题啊！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，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。但是这个名字呢，没有排在第1位，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，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，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，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，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，就再没联系了，这倒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！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？啊，对，格楞眼是吧？啊，这叫格楞眼啊。对，这差不多都是这意思啊。牙缺吗？缺不缺牙？缺不缺牙？对，问你呢，缺不缺牙？别想说。没注意，那不缺吧？你别好像啊，你们那么熟，缺不缺牙不知道，老在一块吃饭。至少这门牙不缺，就是这几颗肯定是不缺，那里面咱就不知道了。他身上有没有啥记号啥的？比如说纹身有没有？没注意，反正脸上和手上肯定没有。我们平时老在一起的，夏天穿棉袄啊、棉裤啊都穿上啊，夏天啊那还看不见呢。确实没有，没有。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？我说这2回没有，肯定没有。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？上外地干啥去啊？没有，确实没有吗？没有。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没有？有没有前科？没有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这有什么不敢说的？想好了再说。他那我不知道，我至少我没有，我确实是没有。实话吗？实话呀，说的是实话，是实话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属实吗？属实，我干干净净的。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，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。那陈小秋走了，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，看上去他们家这2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，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。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，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，考虑的非常周密，这不简单呐。这里边有2点必须深究。第一，1月28号，他没出门，有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？第二，陈小秋去韩国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？这2点，如果有1点有矛盾，就能打开突破口。白梅，我再问你一遍，1月28号晚上，就是西山矿案发那一天，你让人出去没有？这都多晚的事儿了，记不住了。应该没出去。是在家吗？你这死冷寒天的能干啥去啊？明确啊。明确。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，他在外面单过，我啥也不知道。1月28号那天，你在啥地方？在干啥？谁能证明？1月28号那天，我跟3个朋友打麻将来着，从下午3点就开始，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。都谁呀？都是我邻居。知道名字吗？那肯定。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吗？是。具体职务？工人。水电科的。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？
是。你对北楼很熟吧？熟。啥时候辞的职啊？没辞职啊，我办的停薪留职。去年10月份的事儿。为啥要停薪留职啊？工资开的太少了。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，做点服装啊、日用品什么的。你和陈小秋、宋小军是啥关系？那都是哥们儿，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。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，我俩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。跟宋小军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。1月28号，西山矿出事那天，你在哪？20，那我没在本地啊，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。我去北京做买卖，去年10月份就走了，联系点木耳生意。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，这钱都花了。最后买卖也没谈成。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？我媳妇儿。那除了你媳妇以外，还有谁？也有人能证明。谁？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？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培兴，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，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培兴。她叫啥名？叫丽丽。她姓啥呀？那我不知道，没跟我说呀。那她在什么地方工作？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吧。多大岁数啊？能有个18、19岁。旭城的。他住哪儿？这我真不知道，他没跟我说呀。那你们俩是啥时候分开的？就是从培兴回到旭城，在旭城火车站。这么长时间，2000块钱够花吗？陪丽丽，花费可小不了啊。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，偷了多少钱呢？3000多。过去偷过多少？过去没偷过，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？真硬。告诉你白灵，哭没有用，你这哭了大天了也不行。你帮我哭的是干啥？我啥也不知道。选了半天，啥也没问出来，鬼哭狼嚎的，怎么办？让他回去。回啥回？继续审，今天必须把他嘴给我撬开。哦，戴局，我能试试吗？我认识他好多年了，我了解他。好，让金娟试试。但是我有一个请求，能找人把他孩子抱过来。当妈的见到孩子心会软。你让我回去吧！你帮我哭的是干啥？我啥也不知道。别哭了，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。川儿哥，你让我回去吧，我啥也不知道，我孩子那么小，你们折腾他干啥呀？你叫我啥？川儿哥。我叫什么名？你不叫秦川吗？我家住哪儿啊？你家住12楼街，小杆底。你说我妈叫什么？秦婶儿。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？
嗯。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？2只吧，至少2只。我之前在哪儿工作？大山子派出所。大山子派出所。嗯。你除了跟我熟，还跟谁熟啊？生哥，还有高叔。高叔。嗯。就是保健社副所长，我高叔。那你知道你高叔怎么死的吗？嗯。被人整死的。抢了枪，把他给打死了。那你知道杀高所的人，跟西山矿抢工资款，这些人是一伙人吗？你结婚时候，高所去没去？去。你随多少钱礼啊？50。高叔这人贼好，赚100给我随50。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随这么多钱吗？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。他那天参加完婚礼，喝了点酒，跟我说的，说玲儿嫁人了，嫁人还不错，像是个老实人。你告诉我，宋小军是老实人吗？那金戒指怎么没戴啊？告假了。为什么不戴啊？手冻肿，戴不进去了。我知道这戒指是宋小军给你买的，一个金戒指的钱，那赶上普通一家人1年的开销啊。他挣钱这么容易吗？你心里没数吗？这大杆得多少钱呀？你管多少钱呢？给你买了你就戴呗。你给我买的，你哪来的钱呢？我挣的呀。你咋挣的？我做买卖挣的呀。啥玩意儿你？你卖个布你能挣这么多钱啊？我还倒腾别的呢。如果宋小军的钱都是沾了别人的血，甚至是你高叔的血，你怎么想？啊，别说这个了，就说宋小军拿这个沾血的钱给家里买口锅吧，然后你天天用它煮饭煮菜，你跟孩子……别说了，你先别说了，你别说了。小玲，宋小军是你男人，你不想揭发他，我理解啊。但是西山矿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，不是普通事儿，不是你想包就包得住的。死了10个人，还有一个11岁小孩，每一个都补了枪。你也有孩子，啊，你能想象一个11岁孩子已经躺地上了，然后拿枪照着脑袋，还补枪吗？坐下，
坐下。听我说，白玲，宋小军跟他的同伙都被捕了啊！你不揭发他，会有人主动揭发他；但你不揭发他，你就是包庇他，包庇是要进去的。你想过吗？你进去之后，孩子怎么办？哎，看着我，孩子多大了？6个月。多大？6个月。再说一遍。6个月。好了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，啊！能保住你们娘俩。孩子这么小，宋小军他肯定得进去啊。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，能听懂我这话吗？啊？我真的啥也不知道。你怀疑过吗？怀疑过吗？我怀疑过。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。第一次起义是93年开春那会儿吧，他在外边倒的那破摩托车，然后也不咋赚钱。我俩那会儿还没孩子呢，过年就回娘家了。我爸我妈给了我500块钱，结果那个过完年没多久，他就说他赚着钱了，然后就带我去了那个惠海，住的那个宾馆挺豪华的，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戒指。你看你这手，全是疮，凭啥咱不戴这么好的戒指？我这么好的媳妇儿，戴着，戴着啊！赚钱咱也不能这样花呀！你带我来这儿，这每天得花多少钱呀？你又买个这玩意儿，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，你看跟大萝卜似的，戴这个格格不入的。哎呀，不要了，你给退回去。退谁呀？我退哪儿去啊？哪买的就退哪儿去呗。急眼啊！回来了，晚上9点钟就回来了。哦，那有什么异常吗？他倒是没啥，就觉得他脸色有点不太好。哦呦呦，不渴了，不渴了，渴啥呀？哎呀！吃饭了没？给你热点饭呀。不饿。哎呀，你干啥呀？来了，胃疼。你就穿着衣服就说，你赶紧洗脸去。先让我透会儿。你咋了？啊？胃疼。胃疼啊？哎呀，是不是喝疯了？我给你整点热水啊。别说话了，让我睡会儿。爸爸睡觉了。
玲儿啊，玲儿，哎，咋了啦？那宋小军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那西山矿啊，出大事了。出啥事了？有一伙人拿着枪啊，去抢工资了，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。哎呀妈，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那赶紧把门锁好了。那我先把门锁上啊。啊，这几天没事啊，可别出去了啊。不出去，你赶紧睡吧，阿妈。嗯，好。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，他那个胃疼，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。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，起来之后吃了点饭，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。那他去啥地方了？你知道不？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，他啥也不跟我说。我是后来那天就看那个新闻上说那个通缉悬赏那事儿，我才知道。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。哎，你说这帮爱签刀的，这大过年的呀，真是好好一个年都让他们给祸害了。这要抓着他们呀，这都得给他们枪毙，真是太缺德了。为树脂胶甲呀，左眼下斜，俗称咯楞眼。一名在逃。小秋不是咯楞眼吧？身高1.8米左右。小秋儿，小秋儿，他打工回来没有？头戴有颈徽的栽绒。小娟啊，另一名犯罪嫌疑人。他妈前几天来送饺子，不是说没回来呢吗？还不回来啊？没回来。 左右，20出头，头戴一顶灰色毛线帽，身着藕荷色半长大衣。提供重大线索，破获此案的，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万元奖励。与此同时，媳妇儿，我们也尽报。你说你要是知道放下包袱，这是谁干的，你去举报吗？举报啊！我必须得去举报。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，祸害死那么多人。别说给5万块钱了，我跟你说，就不给5万块钱，咱也得去举报去。哎，他们手里还有枪呢，那多危险呀！哎，赶紧抓住他们吧，不然都得提心吊胆。就这帮人可真够行的，哪儿来的枪呢？杀那么多人，也不怕遭报应。媳妇儿，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！我瞎说啥呀？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，就是这事儿就别提啊。哎，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啊？我怎么刚才一说那咯楞眼，我心里还咯噔一下。不让你提咯楞眼，不让你提陈小秋，别给人家找事儿。225110，大过年的没别的事儿可唠了是吧？哦，所以那天在市场，你见着我和叶茂生，就支支吾吾的，又遮遮掩掩的，就想打听点事儿是吧？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！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。开玲啊，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，要想吃的话，我们可以自己买啊。不是，你看你老客气。我问你，那个电视你看了吗？看了，他们刚才在那唠，我听见来着。哎，白脸啊，你认识的人里头有咯楞眼吗？其他俩人长啥样啊？电视你不看了吗？看了。看了你还问？不是那个奖励5万块钱吗？有人卖1年的白天鸡也赚不来呀。男扮女装那个呀，身高1.7米，应该跟你差不多。啊。戴栽绒帽那个长得有点白，身高1.8米，跟我差不多。啊。大玲，啊，你这人来人往的，人多，你帮我们留心点啊。行，走。啊，你不稍等着。你说说那个在那之后，宋小军还有啥异常，不对劲儿的地方？孙哲来过我家，初8的时候，孙哲来了。后来他俩就进屋说话去了，然后他把那电视那声调的极老大，我在外边啥也听不着。然后下午2点多吧，孙哲就走了。走了之后，小军就在屋里哭了。我除了孙哲呢？
还有谁找过他？真是没有了。我知道就这些，没有了。你再好好想想，有没有什么就是咱们遗忘的、遗漏的？没有遗漏的了。你确定？确定。谢天啊，太君、韩局，白灵撂了。秦川这小子行啊，有两把刷子。哦，你去查一下93年3月份以前有没有啥结案，钱应该是新取的，大概在15万以上。看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符合宋小军跟陈小秋的。是，去了。这小军咋回事啊？啊？这日子过好好的，他为啥杀人呢？是他杀的人吗？你搞清楚了吗？我都想不明白，也没想让过啥日子，我也不闲的时候打金戒指啥的，就他也真是要了命了，他为啥要杀人呢？你说，哎呦，真是做梦也没想到他能干这事儿呢，咋回事啊？这个人，哎呦天！川哥，你知道，其实我们家日子过得还行，真的。我那个出厂子卖那白条鸡，1只鸡我能赚1.2块呢。我这逢年过节买卖不错，我1天20多块钱，你说这1年都够花的。这咋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呢？哎呀，你说我这前2天还想啊，就说能不能呢？攒点钱，正好看见那个那早市那块儿，他有个门脸儿，那空出来了，我就说看多少钱，我给他盘下来，因为这咱自己一个人干吧，他总是有限的嘛。然后再过几年是吧，攒够了，我弄个门脸儿，然后1个月才100块钱的那么一个房租，那算来算去还剩挺多钱，给他热个饭啥的，他也能吃口热乎的。孩子呢有点小，我就说呢每天呢得给孩子喂喂奶。我将来卖个烧鸡，我这1只烧鸡能赚个5块8块的，我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再过个几年，咱就再那啥，把钱攒够了，咱就开个饭店。这日子过得我觉得真挺好的。咋样？了了吗？了了。真是。咋了？没咋，透透气。你看见白亮手上那个冻疮了吗？看见了，年年冬天都有。上学时候没有。他跟我是一个初中学校毕业的，比我小几届。从小就懂事，能干，勤快。我妈说，整个市场就他那个白条鸡不注水。是啊，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灵儿？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是啊，还好，川哥，至少咱俩没有错。这个案子没问题了。那按照陈海山和白灵的供词，我们可以认为啊，第一，
1月28号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。第二呢，宋小军在屋里哭，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。第三，孙哲在出发区找过宋小军，但孙哲呢，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，这就有问题。第四，93年初，根据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，很可疑。在那段时间里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。另外啊，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，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，平时呢就爱擦一阵抹粉扮你样。这个1月28号上午啊，他就出去了，晚上8点多才回来。回来以后啊，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鼓了半宿。这个初二一大早啊，这娘俩就去外地了。那这么说，这个1号枪手，对，这个1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、男扮女装的陈晓东，现在是畏罪潜逃了。我已经通知省厅，啊，协助抓捕了。进。谢霆啊，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，发现这么个情况：92年的这个12月4号，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，白灵说的那个成盒崭新的100元钞票，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，连号的，一共是18万。说具体情况。具体情况就是，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，然后这个矿上的这个会计就带了3个人，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这笔工资，一共就是18万元。领了以后，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，就往回走。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，距离不是特别远，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就被3个人给抢劫了。这3个人呢，手里边有枪。快点，到那边去，快点！这下办公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，一出来那3个人就跑了，然后最后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，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。参与抢劫的这3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。时间相近，金额吻合，这个人数特征、作案手法、作案工具相似，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。哎呀，搂草打兔子，还有新发现啊！一定要在早上6点半之前把口供给我拿起来。这宋小军主犯，内向城府深，不可能轻易给你撂的，啊，还得审。找一个硬人审。谢天，我去审去。那个这样啊，金川啊，白灵你刚刚审起来，赶紧去。去吧。是。现在，审孙哲，这个孙哲年轻，见的世面少，去审他。你跑这睡觉来了？孙哲，啊，审了你7轮，你心理素质不错呀。我问你，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？没见过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？不是说了吗？没见过。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？要拿出证据来，我愿意负法律责任。好。出发那天，孙哲来了，我发现他和小军一样，都神色焦虑。他们2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得很大，他们说了些什么，我没听清。孙哲一直到下午2点钟才走的。哎，干啥呢？来这睡觉来了？再问你一遍，春节那些天，见过什么人没有？18个点了，换谁不困啊？
我还有6个点就能回家了吧？是吧，秦哥？哎，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？20多个点了吧？都困。你们困，我们也困。困就睡。啊，正好我也眯一会儿。要是6个小时以后啊，能不能回家，取决于你媳妇白玲。你们眯会儿，眯会儿。是我跟宋小军，还有陈小秋、陈小东，我们4个一起干。开头，重新说。我、宋小军、陈小秋、陈小东，我4个干。宋小军领头的。那天出租车是宋小军租的。行，就停前面那个地方就行。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，尸体扔下水井里了。哪个下水井？是技校，Formerly 下水井。枪呢？枪藏马家房后暖气沟里了。报告领导，根据嫌疑人描述，枪应该就藏在这底下。有发现！双筒立管截短猎枪1支，5连发猎枪2支，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1支，钢珠手枪1支，内有子弹；5.4式手枪3支，弹夹内子弹18发，日本3.8式刺刀1把，警徽1枚，枪簧6根，机针2个，枪零件6件，5.4式手枪弹17发。睡一会儿没？啊？6个小时过了，一点也没睡啊？睡不着的话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
不睡觉也不吃饭啊？饿不饿？饿了。我饿了，把那菜都拿来。你打开。看这饭盒熟不？啊？啊？这饭盒是你家的，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。白灵在那屋呢。但是你喜欢吃锅包肉和这个尖椒干豆腐，是他告诉我的。想喝点儿？哦，想喝点儿。白的啤的？啤的就行。那喝点啤的说不说呀？说。行，拿去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捐给我兄弟陈小秋。我跟你脸不要脸了，是吧？我给你弄吃弄喝的，你以为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？啊？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，你却祭奠杀人犯，你以为谁呀？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啊。你凭什么呀？啊，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，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？没辙是吧？看这个没有？你瞎不瞎？哪个是你说的？哪个我们没查清楚？你可以不说，我等你。你跟我耗吗？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？啊？她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？再问你一次，说不说？最后一次啊，说不说？白娃，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，是同事。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，就说起我们命不好，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，工资就那么一点儿，买卖也不好干，成天卖苦力吸煤烟儿，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。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，自古以来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那谁也靠不住，就靠自己，自己啥也没有，只有一双手，那就抢呗，抢来钱再做大买卖。反正我俩都觉得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，要干就干大的。你给我说一下啊，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？陈小秋练过，不墨迹，人狠，敢打敢拼敢闯，
我天不怕地不怕那伙的，但我也有不妥底的地方，因为他进去过，屁股不干净，所以我警告他，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。不是他那么横一人，能听你的吗？凭什么听你的？有容乃大吧，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吧。再说了，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。他说他服我，说我是干大事的人。你把持枪抢劫叫干大事是吧？你这话说的，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呀？可这年头，没本钱没关系，想做买卖，你做屁吧！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？我没有钱买枪啊。再说了，市面上的猎枪跟警察那枪没法比，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，抢着枪以后再抢处于所，有了钱再买好枪。反正那段时间，我和陈小秋，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，到街上寻摸着警察，就偷偷跟着。但是2月都没有什么机会下手，因为选了2个月，最后选上高建设了。为什么呀？赶巧吧。再说了，他岁数大，好抢。说不好听话，他走在雪路上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要要他命啊？抢枪就抢枪嘛，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？你为什么要他命呢？他认识我呀，我不杀他，我不要他命，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，他就得要我命。社会不就这样吗？有我没他。社会怎么的你了？高所怎么的你了？你要说穷，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？你媳妇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？都像你一样去杀去抢啊！继续说，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？抢完枪，我们就盯上了金鹿处于所。为什么要选金鹿处于所？更下黑。金鹿处于所离最近的那派出所不到100米，防范不严。但是那票没干成，陈小秋那葛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。那你们后来是怎么逃过排查的？我们抢金鹿的时候，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，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嘛，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。我寻思那么多葛楞眼儿，你哪能认得出来呀？就只能靠衣服认，最后还真没认出来。后来抢完金鹿，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。第一，就是陈小秋这个葛楞眼太显眼了，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，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。第二就是高建设的枪不能再响了，因为外面有人在传，说杀高建设的和抢金鹿的是一伙人，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。第三呢？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，人手和枪都不够，得加。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。有一件事我没想明白啊，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，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？人哪有够啊？别人不了解他，我还不了解他，我俩一块长大的。他面上安分，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，只是没有门路。最重要是他一有脑子，二他又没有前科，人还狠。傻路子，
带带兄弟呗。那指定是好路子呀。小偷小摸可不干啊，没意思。要干就干大，多大算大呀？越大越好呗。你们说的是路南矿吧？啊，我合计过，像因为有钱人暴发户吧，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。像储蓄所、银行吧，那几年让高建设这事儿闹的，这些地方都看得很紧。后来琢磨来琢磨去，还是觉得矿上公资款最好抢，这个钱又多，看得也不严。有一次，我和陈小秋就在那个矿里道边让我们看，那几个职工拿着公资款，那包拉锁都没拉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就想好了，这钱没跑，肯定是我的。抢路南矿那枪哪来的？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，后来觉得不行，太冒险了，就偷了2把猎枪。但你知道这猎枪太长，不好带，特显眼。我们就改良了一下子，就把枪把子和枪筒子都给锯了。等会儿，子弹不行，没有劲儿。得把机刹换成枪刹。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，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警枪威力差，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。路南矿那票抢的挺痛快的，抢了18万，路上弄丢了点儿，最后剩17万3、4千吧。但是都是新票，挨着号的，不能花。后来我们在93年的春节，我带着白灵、陈小秋，我们去了趟汇海，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国库券，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，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。你懂得不少啊，平常爱看点书。你抢那些钱花哪儿了？主要是买枪。我和陈小秋去雪沟3趟吧，花5000块钱买了回城产的那个5连发，买了1支，买了1支小口径，花3000块钱，买了1桶火药，1支钢珠枪，15号的一次弹，1000发。后来我和孙哲又去松辉猎枪厂旁边那猎枪商店，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，150发。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不需要手续，有钱就行。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很快就过太严重。我寻思不能做时长工啊，我就留了一部分钱当下一个买卖的经费。你们怎么选西山矿呢？我们这枪啊、人呐，都足够了，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。像路南矿那种小矿，我们就看不上了。我们要抢就得抢上百万，像西山矿那种大矿。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，最后就定的西山矿。你筹备了很久吧？小半年吧。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
查案的这个规律了。你们不就摸排查吗？发案了之后，就挨家挨户筛。所以，这个孙哲在西山矿干过，陈小秋有过案底，他们都逃不过这一套程序。我就提前了2个月安排他们消失。地方我一早就选好了，胶合板厂那片楼多，流动人口也多，地形比较复杂，藏2个人容易。何尝去韩国打工的人最近特别多，这是陈小秋离开最好的借口。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，不能去韩国，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。武术出去做买卖，我媳妇儿还不高兴呢。你看，你看给我挠的，看见没有？